哈苏、徕卡、佳能、索尼哪家相机最毒？有好相机就能拍出好照片来吗？那我们把这几家的旗舰型号都放在同一环境下拍摄，咱们用照片说话，结果出来一看，我还真有话要讲。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文。上次其实做过一期谁家的相机最毒的节目，结果有人还不太高兴了，说你个破残幅的理光 GR3，凭啥跟我们全画幅、中画幅相机放在一起比？但是我觉得一台杰夫相机能在中画幅和全画幅相机前面嘚瑟一下，那不应该是这台杰夫相机牛逼的地方吗？对吧？所以这次出于好奇，我想再做一个测试，就是把各个品牌中的旗舰型号，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样就不存在不公平了吧？对比的型号，哈苏的 907X100C， 徕卡的 SL2， 刚做完这期节目，忽然发现 SL3 出来了，差不多。还有佳能的 EOS R5， 还有索尼的旗舰的 A1， 4台相机的照片呢，我是标了这个绿、黄、红、蓝的小标记在照片的右下角。每个相机的机型的拍摄的顺序也是不变的，您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经验看看是否能够分辨出对应的机型。猜对的朋友，您现在先别剧透。我在去了不同的这个拍摄时间段，还有不同的光线条件进行测试。4台相机呢，用同一角度，用大概同样的设置来拍摄，都是光圈优先、平价测光和中央的点对焦。使用的镜头呢也基本上接近，哈苏呢是配 45P， 徕卡 SL2 配经典的35毫米 Summilux， 然后呢是用 M 到 L 这个卡口的转接环手动对焦，佳能用原厂的转接环，然后呢接上我唯一保留的一支 EF 卡口镜头，就是 EF 35毫米 1.4 二代，索尼呢配蔡司的 Batis 40 F2， 所有的照片呢都是光圈保持统一，全部固定的 F4。您看看这些照片呢，可能会觉得有些照片曝光会高一点，会稍微低一点，这些都是相机自己决定的结果。因为我放在光圈优先、感光度自动，我就是要看看相机自己来判断这个场景，理解和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说实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个品牌的相机的色彩还有层次、风格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您现在能一眼识别出来某些型号来了吗？我为了让这个对比更公平把外界的干扰减到最小，我特意把所有镜头前面加的 UV 保护镜全部都摘掉，以获得每只镜头的最佳画质。我想先说说镜头之间的差异比较之后可能稍微颠覆你我的认知。我依然坚定的留着佳能的35毫米 1.4 的二代，像这种顶着大太阳拍摄，佳能这只老头还能呈现出这种锐度和色彩，还有镀膜的抗眩光的表现，这是这几支镜头里边我最喜欢的。蔡司的Batis 40其实也不错，起码它的色彩还有锐度这些，即使是外行能看出它的光学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该锐的地方要锐起来。徕卡这支35毫米抗眩光没有佳能那支干活的镜头表现好，这也是意料之内的。有人说眩光是瑕疵，当然也有人喜欢眩光，这觉得是特有的韵味，这事儿就是萝卜青菜了。哈苏的45P呢，它也确实是一只狗头，那看紫边那基本程度有人压不住了，但是没办法，光学性能的表现更好的这个 V 系列镜头我现在买不到，
大家看了这么半天，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啊。左上角的是索尼的 A1， 右上角是哈苏的 907X100C， 左下角是佳能的 EOS R5， 右下角是徕卡的 SLR。 您猜对了吗？几个相机的型号啊，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是一眼哈苏嘛？我发现啊，只要有大光比，尤其是西洋大光比的时候，哈苏、徕卡这哥俩来劲了。你看自动曝光的时候，哈苏、徕卡这俩艺术家，他照顾的是高光，像佳能、索尼这俩干活呢，保的全是暗部。如果咱们谁家的相机说这个直出的画面有味道的话，那肯定是哈苏、徕卡是赢家。其实上次节目里边说的李康的 GR3X 也是这个路数。但是呢，如果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讲，佳能和索尼那种亮亮堂堂的这个观感也没毛病，能记录，而且把所有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后期能调的跟哈苏和徕卡一样。其实这一组对比拍摄下来呢，我是觉得各个品牌都或多或少都在想办法的讨好用户，只是大家讨好的努力方向不一样。你看这张阳光下的黄色建筑，佳能明显比其他的品牌更想让这个建筑的颜色显得更透亮。这种清晰的颜色，如果您放在拍摄人像照片上里边，是不是特别会招这个女生的喜欢？像什么拍摄婚礼啊，或者美女的摄影师，他肯定喜欢。佳能在这方面确实有一手啊！你看，即使索尼的 A1 它改善了这个肤色的这个粉嫩的色调，但是整体看起来依然没有像佳能那么娇润。你要说讨好观众，咱们再看这一张阴暗角落里边这个古旧的钢琴，索尼是觉得就应当是这种厚重的颜色，人造包浆。他们家对于红色还有这种皮革木头的颜色的这种解释，要比其他品牌我觉得更激进一点。如果您要是手里有索尼或者其他品牌的相机，您可以拍一组试试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结论。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呢，我还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4台机器如果抛开画质，那哪台相机用起来是最毒的，用起来是最过瘾的？咱们聊的是哪台相机最毒，其实并不是说用照片毒到别人，那留给自己独享的那份诱惑，就是这个操作还有手感，这是纯粹留给自己的这种精神的迷药。相机的操作感是玩摄影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感官的体验，我觉得甚至它比那种画质带来的视觉的刺激更要重要。那我说说这4台机器我使用的这个感受。哈苏 907X100C， 如果只让我拿一台相机出门，尤其是去那种有其他相机出现的场合，那肯定是 907X100C， 它实在是太漂亮太抢眼了。你放心，只要有 907X 在场，足以让其他的所有的相机黯然失色。如果您碰巧还有点摄影技术的话，那这逼格肯定是稳了。徕卡的 SLR 加上 M 的手动镜头，在这4台相机里边，说实在，SLR 拿着是最沉，而且是最硌手的。但是它与这种手动镜头组合在一起，那种操作感，那种精度很细腻的取景器，它解决了手动镜头这种在旁轴系里边对焦特别费劲这种诟病。而且你在取景器里边，它的精度非常高嘛，你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取景的画面。说实话，这套系统是我用起来觉得最有拍照创作感的相机，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我自己应该也会拿起这一套来。索尼的 A1 怎么来形容呢？我打个比方吧，你看啊，有喜欢车的朋友，喜欢跑车，喜欢老爷车，喜欢改装车，但是没有人喜欢公共汽车的吧，对不对？索尼的 A1 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多拉快跑的工具，能够准时准点的把人从 A 点带到 B 点，一定能保证交活，但是呢，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而已。设计冰冷，而且取景器是所有这几台机器里边显示最粗糙的，能用而已。你就想拍完之后赶紧收摊走人。佳能 EOS R5 呢，介于玩具的徕卡和工具的索尼之间，总体呢，它还是一个干活的家伙。但是在拍摄暗光和夜景的时候，它是唯一一台让我敢把快门放在1/8秒还有信息出片的相机。佳能是一台用起来特别踏实的相机，从取景器里看出去呢，也觉得还算是舒服，还有值得把玩的地方。你看佳能家族里边那么多经典的老的 EF 镜头，
这个呢让它比索尼的耐玩性稍稍多了一点。总结，索雷瓦啊，哪台相机最毒？你看啊，哈苏的色彩最毒，徕卡的操作是最性感的，索尼出活这是最效率最高的，佳能呢这用起来的好吧，我也是念念不忘。如果只能选一台相机，高画质有逼格又有操控，出片效率高，那我的选择会是哈苏的 X2D， 配是55倍的镜头。我要是不转这么一大圈的话，我是真的体会不到它的好。然后呢，我依然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理光的 GR3 在所有这些旗舰相机里边依然能打。好吧，这就是我对这个几台机器一点自己的感受，希望呢跟大家能够和平友好的讨论。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猫文，咱们下期再见。